大家好，我是张永安，欢迎来到安行晚年。老话说得好，人到了晚年，有些福气，你越是拿出来显摆，它溜得就越快。这里面可不是迷信，藏着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大智慧，也符合天地间那个看不见的因果道理。前几天，我在公园里碰见了老邻居老刘，这一见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3年前，那是何等精神，说话声如洪钟，脸上泛着红光。可这次见面，他整个人瘦了一圈，眼里的光也暗淡了。老刘这一辈子算是功成身退，家里一双儿女也给他争气，日子过得挺殷实。退休后，他就常去社区的活动中心下棋、喝茶、聊天。他开始喜欢聊自己的退休金，聊起儿子，那更是满脸自豪，说儿子在税务局工作体面。说到女婿，更是夸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赚钱多。聊起身体，说自己这身板，爬山比小伙子不差。每回看到老朋友们投来羡慕的目光，他就觉得特别舒坦。可这好景不长，麻烦就找上门了。先是儿子单位那边，突然有人写匿名信举报。虽然组织上认真查了，最后证明是子虚乌有，原本有望的提拔，自然也黄了。女儿那边也出了状况，她在外头把女婿的生意说得太大，太挣钱，话传出去，越传越离谱，女婿的生意还真受了些影响。他自己天天把身体贝儿棒挂在嘴边，结果有一天早晨起来，突然就中风倒在了客厅里。好在送医及时，人事就回来了，可半边身子不太利索了。福气，他经不起炫耀，一晒就容易蒸发。所以今天咱们聊聊，人到了这个岁数，有哪5样东西，咱们得牢牢藏在心里，千万不能当成谈资去炫耀。您要是真能把这几样琢磨透了，不光是晚年，这一辈子都能活得更加明白、踏实。这第一样不能炫耀的，就是咱们手里的财富。您可能听了不服气，心里想，我辛苦忙碌了一辈子，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攒下点养老钱，怎么到老了，连提都不能提了？您别误会，不是不能提，是不能炫耀。这提和炫耀差别可大了去了。什么叫炫耀？那是刻意的，带着显摆的心思，唯恐别人不知道你有钱。一旦有了这个心，祸根可能就埋下了。为什么呢？咱们从老道理里找答案。易经这本书，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宝典，里面有一个卦特别有意思，叫乾卦。这卦在64卦里可是个异类，别的卦都有吉有凶，好坏参半，唯独这个乾卦是6爻皆吉，从头到尾都是号兆头。为啥？就因为谦虚这俩字最合天地的道理。天道是啥？您看日月星辰高高在上，滋养万物，他们炫耀过自己吗？大地厚重，承载一切生发草木，他邀过功吗？都没有。这就是谦。反过来，易经还有一句咱们都熟悉的话，满招损，谦受益。满就是太满了，水满则溢，月满则亏。一个人要是觉得自己钱多得了不起，到处宣扬，这就是满。这个满注定会招来损失，这不是吓唬人，这是规律，天道循环，谁都绕不开。咱们把这个道理放到现实里瞧瞧，一个老人家总爱炫耀自己存款多少，退休金多高，孩子给多少孝敬钱，首先会引来啥？眼红。人心就是这样，你过得越好，越显摆，别人心里就越容易不平衡。表面上可能还是笑呵呵地捧着你，夸你有福气，背地里指不定怎么琢磨呢。这种不平衡，轻了是羡慕嫉妒，重了就可能生出怨恨。再往坏处想，有些人就可能动歪心思，想从你这儿捞点好处，甚至做出伤害你的事。您别觉得我说的严重，现在社会上那些专盯老年人的骗局还少吗？那些骗子咋找目标的？不就是先摸清哪个老人爱显富、家底厚，然后投其所好，陪着聊天解闷，慢慢取得信任，最后把老人的积蓄骗个精光。这种事儿，我耳朵里都灌了多少了。那些上当的老人，10个里头有8个，平常都有个共同点，就是嘴不严，爱说自己有多少钱，这不是举着灯笼给骗子指路吗？往深了说，炫耀财富还会伤了家庭的和气。您想想，您在外头总说自己钱多，
儿女们知道了是啥心情？他们首先肯定是担心您被坏人盯上，担心您耳根子软被人骗，这担心多了就变成压力，压力大了难免会有埋怨，他们可能就会说，爸妈，您跟外人说这些干嘛呀？现在社会多复杂，您不知道吗？一来二去，家里难免生出矛盾。本来儿女孝顺，给您钱是让您晚年过得宽裕、开心，结果您把这当成炫耀的资本，反而闹得家里不愉快。您说这值当吗？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害处，炫耀财富会让您自己迷失。这话咋讲？当您的注意力全都在钱上，整天琢磨怎么让人知道自己有钱，您就会慢慢忘记生活中真正珍贵的东西是啥。钱是什么？钱是工具，是让日子过得好的手段，它不是人生的目的，更不是用来攀比的勋章。人要是把钱当成了炫耀的资本，心就被钱拴住了，成了钱的奴隶。到了晚年，本该是看淡名利，享受天伦，颐养天年的时候，结果心里还整天琢磨着怎么显摆，这不是把主次给弄颠倒了吗？咱们传统文化里有个很重要的智慧，叫藏富，不是让你当守财奴，而是懂得把财富收敛起来，不轻易示人。这不是小气，是修养，更是保身的智慧。您看古时候那些真正有大智慧的人，都懂这个。比如范蠡帮越王勾践复国后，功成身退去经商，成了巨富。人家怎么做的？散财，3次赚了大钱，3次把钱财散给贫苦百姓，自己从不张扬，所以他被后人尊为陶朱公，奉为财神。您看这境界，有钱不是用来炫耀的，是用来行善积德的。这里头有个关键的道理，就是财富的流动，水不流要发臭，钱不流动就是死数字。把钱藏在家里或银行，只是个数目，但用它去帮需要的人，做点有意义的事，这钱就活了，就有了真正的价值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在积德，是在给子孙后代积福。这福报可比那点虚头巴脑的炫耀得来的满足感要实在得多，也长久得多。从个人修养来讲，人到晚年，该追求的是内心的丰盈，而不是外在的张扬。内心的丰盈是啥？就是您自己心里清楚，养老钱够花，儿女孝顺，身边有3、5知己，身体还算硬朗，这就足够了，何必非得天下皆知呢？这种低调、踏实的生活态度，才是真正的修养。您看那些真有涵养的老人，穿着普通，说话平和，从不显山露水，但接触久了，您就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宽广和力量。这种力量不是钱堆出来的，是一辈子修心修来的。易经里还有个词叫厚德载物，意思是德行的深厚，才能承载得住财富福报。德行要是浅，钱多了反而是祸。就像小孩抱金砖，不是福是祸。所以咱们老年人有了钱，首要想的不是显摆，而是怎么守好和用好。守好就是别让外人惦记，用好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，花在能让家庭和睦，让自己心安，能帮助别人的地方。我听说有位老教授一辈子朴素，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少积蓄。等他去世后，大家才发现他悄悄把全部存款捐给了母校，设立了助学金。消息传开，无人不感动，无人不敬佩。您看，财富真正的价值是这样体现的。他生前从不炫耀，身后却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尊崇。这种影响力比活着时听1万句恭维话要深远厚重得多。所以说，到了晚年，千万别炫耀财富，那是您的福气，好好守着，用着，比什么都强。显摆只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、危险和家庭矛盾。这道理咱们都得往心里去，真正做到财不露白，富不张扬。这第2样不能炫耀的是咱们的子女。这事儿可能比炫耀钱财还常见。为人父母，谁不觉得自家孩子好呢？一提起子女有出息，脸上有光，话就容易多。但您知道吗？炫耀子女带来的后果，有时候比破财还让人难受。咱们先琢磨琢磨，为啥父母总爱炫耀孩子？根子上还是个面子。老话讲光宗耀祖，觉得孩子成器，自己这辈子就没白费，在亲朋好友面前腰杆也挺得直。这心情可以理解，谁都盼着孩子好，但错就错在
把这份期盼变成了攀比，变成了挂在嘴边的炫耀。易经里有个家人卦，专门讲家庭之道的。他告诉我们，一家子想和和美美，最要紧的是啥？是个人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尽好自己的本分。父母慈爱，子女孝顺，各安其位，自然和睦。可如果父母总拿子女的成就当自己的名片到处发，这其实就扰乱了家庭的和谐。为啥？因为您这是在无形中给孩子加压，也是在给自己找麻烦。这压力从哪来呢？您在外头跟人说我儿子是某某长，我女儿嫁得多好，我孙子考上了名牌大学，您觉得是夸孩子，可在别人听来未必全是滋味。人家表面上会说您老真有福气，心里可能就想，凭什么你家样样都好？这种不平衡很容易变成对您家孩子的过度关注和挑剔。孩子做得好，人家觉得理所应当，孩子稍有闪失，闲话就来了，瞧，也没那么神嘛。这些议论迟早会传到孩子耳朵里，让他们平添许多不必要的压力。更实在的麻烦是，您的炫耀可能直接干扰到孩子的工作和生活。现在网络多发达啊，您这边说着，那边可能就有人人肉上了。您说儿子在要害部门，就有人去打听他背景。您夸女婿生意大，就有人猜测是不是有啥门道。这些流言蜚语传来传去就变了味，最后损害的是孩子的名声和前程。我就听过这么个事，一位退休老同志逢人便说儿子在实权单位前途无量，结果没多久他儿子就被人匿名举报。虽然后来查清没事，但调查过程折腾得不清，晋升也耽误了，人也搞得灰头土脸。后来隐隐听说，举报的人就是听了老爷子太多炫耀，心里不忿才使得坏。您说，这不是当爹的给儿子惹祸吗？从子女这边想，他们其实也不愿父母到处说。现在的年轻人，很多都讲究低调务实，想靠自己的本事吃饭，不愿意活在父母吹嘘的光环下。您在外面说的天花乱坠，他们知道了，不仅不会高兴，反而会觉得尴尬，有负担，甚至觉得父母不懂自己。时间一长，这种情绪积攒起来，难免影响亲子感情。咱们的传统教育讲究不言之教，最好的教育不是说出来的，是做出来的。您想让孩子成才，不是靠您那张嘴去宣扬，而是靠您日常的言行去熏陶。您自己做人端正，处事明理，孩子自然跟着学。反之，您在外头夸得响，家里却不懂教育，那孩子能成什么样？易经说，君子长气于身，待时而动。真有本事的人，不急着宣扬，而是韬光养晦，等时机到了自然显露。教孩子也一样，子女真有能耐，不用您宣传，时候到了，大家自然看得到。您越使劲炫耀，反而可能把事情搞砸。宋朝的司马光，他儿子聪明好学，可他从不对外人夸，反而常指出儿子不足，让他戒骄戒躁。人家问他为啥，他说怕孩子骄傲自满。后来他儿子果然也成了才，这才是真智慧，真为孩子长远着想。从心性修养上看，炫耀子女暴露的是为人父母的执着。您把孩子的成就当成自己的了，把他们的荣耀绑在自己身上了，这样您的心就被捆住了，不自由了。佛家讲放下，道家讲无为，都是说别太执着外物。子女是独立的人，有他们自己的人生路，他们不是您用来装点门面的工具。您该做的是默默支持，而不是四处宣扬。再说个更普遍的现象，攀比。您炫耀，他炫耀，大家就比上了。比来比去，比的不是孩子的品德和能力，而是职位、收入、学校这些表面东西。这风气一开，可就坏了。您在家比，孩子在外也比，一代传一代，整个家都陷在虚荣的循环里，哪还有宁日？所以啊，人到晚年，千万别炫耀子女。孩子有出息，您心里偷着乐就行了。要相信，真金不怕火炼，他们若真有德有才，社会会认可。您最该做的是教导他们明德修身，这才是根本。这第三样不能炫耀的是健康，这个可能很多人想不到。身体好不是好事吗？怎么还不能说呢？这里要分清楚，分享养生经验和炫耀健康是两码事。
炫耀是带着比较和显摆的心态，非要显出自己比别人强，比别人硬朗。这种心态常常会引来意想不到的反效果。咱们有句老话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意思是万事万物都没个准谱，今天还好好的，明天可能就变了。您今天到处说自己从不生病，身体倍儿棒，万一明天有点头疼脑热，或者侦查出点毛病，这面子往哪啊？心里那落差得多大？会觉得老天爷跟您开玩笑，这情绪一低落，反而不利于调养身体。易经里有泰卦和否卦，一个通泰，一个闭塞，但它告诉我们一个关键道理：否极泰来，泰极否来。事情到了顶点，就会转向反面。您身体好到极点，接下来可能就要走下坡路。这不是咒人，是自然规律，就像四季轮回。为啥炫耀会加速这个转化呢？这里头有个微妙的心理作用。当您老炫耀自己身体好，心里就容易生出骄傲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于是放松警惕，可能就想，我底子这么好，偶尔胡吃海塞，熬夜生气没啥大不了。这一放松，养生的大堤就可能出现蚁穴。我认识一位老先生，以前晨练逢人就说自己身体多棒，爬山小伙都赶不上。结果有一天晨跑时突发心梗，幸亏就回来了。后来他后悔不已，说当初太狂妄，老天的教训就来了。这给我们提了个醒，人得有敬畏之心。身体好是福气，是上天和祖宗的恩赐，不是自个儿炫耀的资本，应该感恩珍惜，而不是拿来显摆。从中医养生看，人有精气神，精是根本，气是能量，神是主宰，这三样平衡充足，人才健康。总炫耀健康，您的神就容易外散消耗，每炫耀一次都得调动情绪，这都在无形中耗散您的精气神，耗得多了，根基就不稳了。道家养生讲究守，就是守住精气神，不使其外泄。你看那些真正长寿的，多半低调安静，不张扬，把能量都内收用于滋养生命。再者，炫耀健康容易招人嫉妒。一群老友聊天，有的药不离口，有的勉强维持，就您一人红光满面，还不停说，别人心里能是滋味吗？表面恭维，心里可能泛酸。这种极度的情绪会产生负面气场，无形中影响您的环境和心境。人之间的情绪是互相感染的，长期处在被极度的微妙氛围里，对心态和健康都没好处。易经讲阴阳平衡，健康是阳的一面，但阴的一面是身体随时可能出问题，这是客观规律。只看到阳，炫耀阳，就忘了阴，失了平衡和警惕，往往就要出事。有修养的人，对待健康是感恩而不炫耀，珍惜而不张扬。身体好，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自己平日注意，然后继续默默保持好习惯，这才是长久之道。老话说祸从口出，在健康上也适用。夸海口说多了，等于给自己设了个高标，一旦达不到，失落感很强，也容易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惦记上。您身体这么好，帮我干点这干点那呗，不帮，人家说您不近人情，帮又力不从心，最后自己为难。所以健康这福气是用来好好过日子的，不是用来显摆的。自己心里有数，好好保养，多陪家人，做点喜欢的事，助助人，这价值比啥都大。这第四样不能炫耀的是过往的功绩。很多老同志退休后喜欢聊当年勇，做过什么大事，见过什么大人物，得过什么荣誉，怀念过去可以理解，但若变成炫耀，问题就来了。易经里大有卦，讲拥有很多的状态。卦辞说，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，但前提是顺应天道。天道就是谦逊，不居功。春秋时越国大夫文种助勾践复国后居功自傲，结果被勾践所杀。这就是炫耀功绩引祸的历史教训。炫耀过去，首先让听的人不舒服。您老提当年如何，言下之意是现在各位不如您，谁爱听呢？表面奉承，心里可能不屑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更重要的是，这说明您的心还活在过去，没接受现在的自己。人生如流水向前，总停在过去，就难享受当下，面对未来。晚年本该放下，
活在当下，若还沉迷过去荣光，就是自我折磨。佛家讲放下不是忘记，是不执着。过去的已成历史，要接受现在的自己。现在您有时间、经验、智慧，这些比过去的功绩更宝贵。道家讲功成身退，老子说功成而不居，是谓玄德。事情成了不居功，不炫耀，才是最高美德。可很多人就是放不下。为啥老人爱炫耀过去？深层是不安全感，觉得现在自己价值不够，需用过去证明自己，获取认可。但这种认可虚幻无用，别人嘴上夸您当年，心里未必真尊重。真正的尊重来自您现在的德行和处事。我听说一位老领导退休后总讲当年管多少人，做多大项目。开始有人听，后来反反复复就没人爱听了，大家躲着他，他感到被冷落，很孤独。其实是他自己困住了自己。从修行看，炫耀过去是我执重，太在意自我得失。佛家讲无我，要破我执。真正的您，不是那些外在成就，是内心的慈悲与智慧。易经讲10位人在不同阶段有不同位置和任务。年轻时奋斗建功，晚年则应总结经验，传承智慧，提携后辈。若还停留在过去，就是不明位，人生难圆满。有位老教授，学术成就很高，但退休后从不提，只默默整理资料，写通俗文章，给年轻人做讲座。大家尊敬他，是因他现在的谦逊和无私，这才是真境界。过去是云烟，要向前看。您现在能做什么，才是真财富。所以，过往功绩，放心里偶尔回味即可，别炫耀。炫耀只会让您失去更多当下的安稳与尊重。这第5样不能炫耀的是人脉关系，这个很微妙，也常被忽视。有些老人爱说自己认识谁，跟谁熟，能办什么事，觉得这是资本，但不知道炫耀人脉最易惹麻烦，甚至让人脉流失。咱们是人情社会，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、信任和帮助上。若拿出来炫耀，就把私密的双边关系变成了公开的单方宣传，基础就破坏了。易经的比卦讲人际亲近，强调要真诚、持久、守正道。若把关系当炫耀资本，那些被您提到的人会怎么想？会觉得您在利用他们的名声，心里会不舒服，久了就疏远了。有老干部退休后总提某领导是老战友，结果对方直接让他别再提，很多老朋友也疏远了他。人脉是用来维护的，不是炫耀的。更现实的是，炫耀会招来无穷无尽的请托。您说自己认识谁，马上就有人求您办事，办不成，人家说您不帮忙，硬去办，可能办不成还得罪关系，里外不是人。有老先生退休后总显摆认识人，结果求办事的络绎不绝，最终原来的人脉烦了，新朋友也没交到，自己落得孤独。人情世故有句话叫人走茶凉，这是常态，要理解接受。真正的人脉不基于权力利益，而基于德行真诚。您有德，即便无位，真朋友依然在。道家讲无为而治，顺其自然，人际关系也如此，不刻意经营炫耀，做好自己，真诚待人，该来的来，该去的去。儒家说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真正的友谊如清水般平淡长久，不需浓烈宣扬，像管仲和鲍叔牙，情深意重却从不张扬，这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交情。所以，人到晚年，千万别炫耀人脉，真正的关系用心珍惜就好，越低调，越长久，越炫耀，越易失。好了，这5样，财富、子女、健康、功绩、人脉，我都说完了。您可能问，他们有啥共同点？为啥一炫耀就易失去？根本道理在易经8个字，物极必反，否极泰来。事物到极致就转向反面，炫耀就是一种极致，过度必然招致相反结果，都是因炫耀破坏了平衡与自然状态。天道贵在平衡，阴阳调和，恰到好处。有好东西，适度最好，如大树尽力，默默生长结果，方得长久。从修养看，炫耀反映内心不安与贪婪，因不安，需外界认可证明确认价值；因贪婪，总觉不够，要更多羡慕恭维。但这些外在填不满内心，
只会让人更空虚、不安，恶性循环。真正修养是内心充实，精神富足，洞悉生命。国学智慧讲藏，藏是好东西，收敛不入，是智慧也是保护。藏起来才能存久，不招祸。如种子埋土才能生长，曝晒则枯。做人要低调做人，谦虚做事。有财藏气待时，有财富常用于正道，有人脉常珍重维护。如此人生才稳当，长久，真幸福。晚年其实是修行良机，历经风雨，看透世事，心应最静最至。无需再争抢，只需安然过好每一天，享受生命每一刻，这才是晚年应有的好光景。愿咱们安行晚年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常驻福气，安安稳稳，幸福绵长。我是张永安，记得订阅安行晚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